赖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连续2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京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退一万步讲，就算张文京是被诬陷的，我想，也很可能是谢鸿飞个人原因。你作为主管领导，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我想不会牵扯到整个万海案的成果。你要对整个案子有信心。那如果有人就是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把2个案子合在一起呢？那也要实事求是，相信指导小组肯定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既然到这个份上了，我们马上自查自纠。如果张文京确实是无罪，马上放人，还人家一个清白。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你儿子已经被你弟弟接走了。没事。谢谢。还有个小忙，需要你帮。如果指导组再来找你，你就说你为了减轻罪行，把你的一些罪名推给了张文京，诬陷了他。张文京没事了。那我减刑的事呢？啊？不是，你们还有多少这种忙需要我帮的？不是，我说没有问题，人家会信吗？人家信不信你不用管，你只管说就行。张检，我是郑亚萍。领导好，我是洪亮。啊，你说。我们代表指导小组向您做一次阶段性的工作汇报。目前，张文京案、朴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继续。目前我们主要的侦查结果涉及案件的主办人谢鸿飞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嫌疑，指控万海涉黑的证人存在作伪证的嫌疑，同时张文京涉黑存在被扩大化的嫌疑。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每次一查到点线索，就会有内部的人跑风漏气。所以这些问题查清之前，我们建议申请法院延期审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张检，给我们些时间，彻查万海案以及相关案件。张检，张检，东平的情况确实复杂。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任俊在我这呢，正在汇报工作，你们等我指示，好吧？张检，张文京案被扩大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各位领导对我、对市院失望了。对于这件事情，我确实是有点过于理所当然了。
是我的失职，我难辞其咎，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评。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现在的重点还是万海案的一审工作。万海案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但是我认为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张文京案就是张文京案，万海案就是万海案，虽然有关联，但是完全可以分开来处理。张姐，我相信张文京案的错误不代表整个万海案就有问题。我能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同志们。在审查万海案2年的过程中，东平政法机关的同志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牺牲，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小雪，你在哪儿啊？我给你打一晚上电话你都没接，你到底在哪儿啊？你这样，你在哪儿？你告诉我，我可以去找你的。小雪，你今天怎么了？小雪，什么情况？你别着急，我现在挺好的。你说话怎么这么不对劲啊？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你遇到问题可以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解决的。没什么，就算遇到什么麻烦，我自己肯定也能解决好的。而且我已经想好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小雪，你现在在哪儿啊？你这样说话太吓人了。你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就过去找你。池月，我能遇到你这个朋友，我真的很开心。小雪，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要是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商量，一起解决的。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啊！小雪，再打回去。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小雪，她肯定是遇到什么大麻烦了。文杰，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找到她。你们先冷静一下，想想小雪会去哪儿。她10点多从学校出来，如果没有坐车的话，应该离这不远。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她打电话？有一个钟声，而且感觉她说话的声音很嘈杂，风特别大。可是今天晚上没这么大风啊。糟了，她是不是在很高的地儿？很高的地儿，离咱们学校不远，有钟声。东方时代大厦那块不仅离咱们学校很近，而且楼顶就有一个大钟，准点就会报时。谢谢啊。哎，干什么你们？你好，我进去找个人。好，马上出来，快点儿。
哎，你们干嘛的？有没有看见一个女孩很瘦，然后她大概到这儿？我们已经尽力了，节哀。小雪，青城电视台为您播报：昨夜东方时代大厦发生一起坠楼事故，坠楼者经当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者为女性，据悉是青城大学文学系一名大3学生。我们现在正在青城大学探寻花季少女惨死的真相。来，领导，能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吗？能向领导对吗？死亡死者真的是青城大学的学生吗？请问死者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他的死和学校有没有关系呢？要是什么各位记者同志，呢？我们校方的原则是不想让事态继续恶化。这事件的本身啊，并不像外界谣传的那样。一旦调查有了结果啊，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领导，什么情况？领导，走。算了，两次摔结果一样。你好些了吗？文姐，我到现在都不相信小雪已经自杀了。她不像我这么矫情，那么脆弱。我不知道她这么坚强的人为什么会自杀呀？你昨天是不是说她有感情问题？是，但是她不可能因为感情的事情就自杀的，她一定是遇到更大的麻烦了。其实她昨天有来图书馆找过我，来问我跟之前那些办案的警察熟不熟悉。我当时是觉得她有点古怪，但是我也没多想，她也没多说就离开了。现在想起来，她应该是来寻求帮助的。如果我当时……我去，这不会吧？这真的假的呀？裸照 PS 的吧？这人不是？你又说什么呢？这他妈谁干的啊？说谎，杨松干的。你站起来！你冲我们干嘛？这又不是我们发的钱。你看那时间，昨天就有了。怎么了？给我！
回事啊？我也不知道，他们几个说昨天晚上就有了。不可能，他绝对不可能拍这样的照片的。林芷月、庄文杰、孙志坚，你们3个出来一下。小林，你是王雪的室友，所以你应该是比较了解她，对吧？嗯。好。你有听说她家最近出什么事儿了吗？比方说家里人生了重病啊，需要钱啊这种。没有。他上周还给家里人打电话，说一切都好，还问中秋的时候要不要带点东西回去。啊，要买东西。那他最近这个开销大不大？有没有这个大手大脚花钱的时候？小雪她家庭条件不太好，家里还有一个在上学的妹妹，平时很节约的。王雪最近有没有接触过什么特别的人，身份比较特别，关系比较特别啊？有没有什么这个经济往来啊，或者纠纷？没有。罗队，你问这个干嘛？王雪这个事件如果定性是自杀的话，应该不用您管吧？这不是还没定性呢吗？而且我们在网上发现了一点别的东西。您说的是裸照吗？都看到了？那不是有人恶意 PS 的吗？还真不是。你们也看到了，然后你们又是他的同学、好朋友，就不瞒你们了。我们这个技术部门呢，已经鉴定过了，不是 PS 的。而且不光是王雪，还有其他几个受害人，像这样的照片，都在昨天中午从网上流了出来。我们查了一下，是从一个套路裸贷的软件的一个后台数据当中泄露出来的。所以王雪是因为这个照片的事儿才去自杀的。不光是，我们从后台数据发现呢，王雪贷款的金额将近300万。300万？嗯，他要那么多钱干嘛呀？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来问你们嘛。你刚才也说了，平时王雪没有什么大的开销。没有。啊，那么她的银行账户我们也查了，没有大笔支出，也没有大笔入账。那就是说，王雪很有可能是被迫贷款，背上了高额的债务，又没有能力去偿还，所以才……从通话记录上来看，最后一个电话你打的，说什么呢？什么也没说。我们3个当时急着去找他，他就把电话挂了。之前说过什么？之前前2天他一直情绪不太好。为什么？可能是跟男朋友吵架了吧。我本来想找他聊聊来着，但是我没事。王雪有男朋友？嗯。啊？有。嗯，姓什么叫什么，干嘛的，哪儿的人？我不知道。见过吗？没有。照片？也没有。我只听小雪说过，她跟她男朋友是网上认识的，聊了有2个多月吧。这个月才线下见面，属于是网恋。那个时候她每天都笑得可开心了，她特别幸福。我不知道她怎么会这么想不开，她就自杀了呢？她怎么这么傻呀？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为什么？嗯。关于王雪，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没了。好，随时想起来什么都可以找我，他知道我电话。
罗队，您就别在这儿候着了，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啊？我不是不放心，我不放心王雪这手机啊，都摔得这么碎了，你怎么才能把里边东西给倒出来？罗队，我看您除了这摩斯码，别的课也得补补啊。这些我上学时候都学过，我这，对，我还是先学摩斯码。我不催你啊，我就在这儿借你这地方，我学一会儿。罗队，您看，对，我还是先学摩斯码。我不催你啊，我就在这儿借你这地方，我学一会儿。罗队，您看，通过破解他的手机，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王雪的一些信息。手机照片很多，只可惜没有找到她跟男朋友的合影。不过通过她的社交账号呢，我们找到了她跟男朋友的聊天记录。你看，我看看。从聊天记录上看，她跟男朋友关系破裂就在这个月。王雪的高额贷也是这个月才产生的。哎，我来捋一下时间线啊，你们看合不合理？这个所谓的男朋友，以分手为要挟，逼着王雪跟他发生性关系，故意拍下裸照，然后把高额贷款直接算到王雪头上，自己卷钱跑。你们觉得合理吧？按目前这证据，可以，有道理。小叶，你能不能追踪一下跟他聊天这个网络账号？这样，我登录王雪的账号，反向追踪一下。好。哎，怎么退出了？我再试一下。显示有人在异地登录他的账号，赶紧追踪 IP 地址啊！我再查，显示在青城大学图书馆。马上联网查治安监控，看看是谁。好。王雪聊天工具 PC 端的登录次数特别少，就只有几条和同学互换作业资料的记录。哎，你看一下他好友名单里有没有可疑的人。他跟你一样是学生会的，同学录里光咱们这届的同学就大几百号人，没有聊天记录真的很难筛。警方拿走了王雪的手机，他们有她的通话记录。还有聊天记录的线索。胖子，给我查一查王雪的网页浏览记录。网页记录，淘宝、知网，还有这个小说阅读网，这些都有什么用啊？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啊，你说这诈骗犯他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让王雪信任他的？胖子，你对技术最了解，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黑客，他是不利用高端的技术，而是从人性的弱点开始入手？你是说社会工程师？对，这个人就是利用社会工程学去调查、搜集了王雪的社会关系、消费能力、日常习惯，还有兴趣爱好。伪造了相似的背景，去降低王雪的心理防线。王雪在这个斗来网上和一个已经注销了的用户有473条聊天记录。
而且最后还是他自己主动给出了电话号码。他就是个骗子，就是个渣男啊！跟文杰说的一样，他提及的话题都跟小雪的爱好有关系。你们看，他一上来就提布鲁诺·舒尔茨小说里的话，这是小雪最爱的作家。这个用户的注册时间很短，注销时间也是在几天前。胖子，你能不能反向查一下他的 IP 地址，还有他的注册信息？悬，这些都得申请人网站后台数据了。那起码你把他注册的邮箱给我调出来。我试试。除了这个广告、垃圾邮件，什么都没有。1号晚上12点，在逐浪游泳馆男更衣室，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拿。怎么了？没事儿，确实没什么有用的信息。我说啊，我们还是把电脑上交吧，调查的工作就交给警察去做吧。不行，昨天就在图书馆，王雪来找我问这些警方的事。如果我当时细心一点，我觉得我必须做点什么。就非得做点什么，给咱们添上麻烦。还是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就不明白说有困难找警察这个道理吗？非得折腾。不过他这受害者是他同学，他想帮忙倒也正常。你们仨摊上事儿了。你看，我们目前就找到这些东西，下一步呢就需要罗队你来帮忙，向斗来网申请调查一部分人的用户资料，估计会找到关于这个诈骗犯的线索。你给我派任务啊？王雪的电脑哪儿来的？她的账号你们怎么登录的？是这样的，她的账号是自动登录的，我们可什么都没做。电脑是刚才……哎，林芷月，你在这儿啊？我刚刚去学校门口的电脑修理店，发现了小雪的电脑也在那儿。她不是最近出事儿了吗？我就先把她的电脑拿回来了。你跟她的关系最好，帮忙转交给她的家人吧。我们想，要是查到什么线索，一定会跟罗队你们说的。你要搞清楚，这个案子是我们警察在查。罗队，我们真的只是想缜密分析行为习惯，搜集相关信息，模拟思维逻辑，从而获得目标心中藏着的秘密。这就是我刚才跟罗队您说的社会工程学。我只是有个建议，这种学问既然能被电信诈骗犯使用，那我们一样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对付他们。用不着你建议，你们3个就是添乱，严重影响我们的执法。双，带上电脑，带上他们仨，跟我走一趟。啊，罗队长，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是我自作主张要查，他们只是想帮助王雪，所以来看了一下我查的结果，就没必要跟你一块回去了吧？好，就你一个人，跟我走。快点儿！在王雪电脑里的聊天记录中，我们发现一些规律。
根据这些规律，我们调取了斗来网的后台数据，筛查出大量相似的聊天记录，再通过这些聊天记录进行反向排查，我们发现受害者不止一个。与受害者交流的这些新注销的账号，虽然说用户名和注册邮箱都不一样，但你看，遣词造句、标点停顿，所有的这些书面上的语言习惯来看，应该就是同一个人。但是总觉得王雪这边不太一样。哪儿不一样？就觉得这个跟王雪的对话更带有恶意。恶意。情感操作的套路就是对目标进行人格矮化。不光是王雪，其他的受害人都收到了人格矮化的这个信息。但是你分析王雪他们的对话，你就会觉得有明显的自杀诱导。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仅仅是诈骗。不仅仅是诈骗。还有一点，咱们看一下整个的这个时间轴。王雪的这个裸贷照片是在昨天下午被发到网上的，但真正在网上扩散发酵是在今天。今天上午。但是王雪本人的手机啊，她收到这个短信的信息的时间是在昨天下午。这个信息里面就涵盖了一条链接，是她裸贷的照片。可是这个信息是网上的信息群发器发的，我们又查不到根源。这个人他心理变态吧？不光要骗钱，还专门要害死人。现在不管他是不是变态，我就着急，我想抓紧时间破案。还有这么多受害者，我不想悲剧重演。警察没有为难你吧？没有，他们就让我提供了一下之前查到的信息。没有就好。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文杰，我替小雪谢谢你。如果当时我追上去问他一下就好了。你不要自责了，你没有错的，错的是那个不要脸的骗子。我现在就希望警方赶紧抓到他，这样就不会有更多人像小雪一样。喂，罗队。我想找一下你那个同学小林林芷月，你有他联系方式吗？哦，他就在我旁边呢。怎么了？这样，把电话给他，我跟他直接嗯。说。喂，罗队，是我林芷月。小林你好，我是罗坚啊。有这么个消息啊，我跟你说一下。通过我们在对这个斗来网用户的筛查，还有这个非法的信贷公司的数据的整理，我们现在又找到3个被害人。那我们呢就想跟这个3个被害人了解了解情况嘛，对吧？多搜集一些证据，有利于我们尽早破案。但是呢，这3个女孩呢可能担心身份曝光，受到2次伤害，所以都不太配合。我还是想再问问你啊，有没有别的关于王雪的线索可以给我们提供的？我知道的都说了，如果想起什么，我一定跟您说。抱歉了，罗队。文杰，可不可以这样啊？我去找他们谈谈。我来帮你想办法找到他们。你好，你是似水年华吧？你是？哦，
我是昨天跟你通过电话的林芷月，王雪的好朋友，特别感谢你能来和我见面。我看过王雪的新闻，我能感受她的痛苦，所以我想为她做点什么。当然，也是为了我自己。我知道，可能回忆之前的经历会特别痛苦。如果一会儿我问到什么问题让你不舒服了，你可以不用回答，千万不要勉强自己。谢谢。沉默的普鲁斯特，你对这个网名有印象吗？那他一般都在什么时间段跟你聊天啊？仔细想想，这个南珠花海找我的时间还挺有规律的，一般都是下午5点之后出现，到晚上10点就道晚安，说是第二天要早起工作。对了，早上9点之后基本发信息就不怎么回了。那除了线上聊天，你们2个有线下见过面吗？只有过1次，还是我缠了很久Vincent才答应跟我见面的。要不是因为见过他，我才不会像一个傻子一样那么相信他。那他本人长什么样啊？很高，很瘦，他戴个墨镜，看起来很高冷。他穿的都是奢侈品，但不是像那种暴发户啊，很有审美和衣品。他的头发往后梳，抹了很多发蜡在头上，脸上胡子拉碴的，头发也挺乱的，刘海有遮住眼睛，眼睛总是眯着，给人的感觉很忧郁。我觉得他在穿着上并不是特别讲究，洗褪色的工装，但好在干净。他的背一直都空着，话也少。但除了聊文学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特别兴奋。其他的时候，他应该不是一个自信的人吧？说实话，他给人的感觉挺单纯的，完全不像个骗子。哦，他的手特别好看，拿着小银匙在搅咖啡，手势很优雅。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说不上来的气质。这种气质给我的印象比他的颜值更加深刻。不是说3代才出一个贵族吗？当时我就觉得他那种谈吐仪态，家里怎么都得是3代以上的书香门第啊。除了这些，他还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哦，对了，他身上有股特别好闻的味道。什么味道啊？不像是香水，倒是有一点松木香，有一点焦味，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爆米花的味道，但是有一点点甜，但不是很重，特别像焦糖的味道。对，是焦糖。那你们当时见面的地方在哪儿？我都说多少遍了，这是监控，不是谁想看就能看。行。帮个忙，这不是钱的事儿，这是原则问题。就这么多了。我说，你这不是为难我吗？罗队，挺有钱啊你，添麻烦了，给我们看看上个月7号监控呗。我说，你们谁呀你们？这是监控，不是谁想看就能看。真是不好意思啊，添麻烦。当然，我也可以破例。行，您稍等。小林同学已经把你们查的情况都跟我说了。我们是刚从罗山的这个西餐厅过来，
人家那家店长就说了，说有个小伙子死乞白咧要看监控，也给了人200块钱，还真看成了，是你吧？不是，我就想看一眼。哪那么大好奇心啊？有钱没处花了是吧？给你要回来了啊！谢谢罗队。行了，警官同志，谢谢。哎，没你事了，别影响我们办案，走吧。走。 200块钱什么时候还？不是不还你了。这小子反侦查意识可真强，从进门开始，全都避开了监控摄像头角度，脸都没拍着。你看坐这位置也特别隐蔽。没事，体型身高基本上差不多，跟我们之前看那2家啊一样，应该是一个人。范围确实是缩小了，还不够啊。那就奔办法呗，把这几家店所有的这个沿途的监控都调出来，那不就能看出来他这个行动轨迹了吗？ 确实够笨的，金甲同志，我方便讲2句吧。这个人依我看，应该是我们同行。同行？是这样，我之前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咖啡师。那咖啡师在做手冲的时候呢，对于力度、角度和速度都是非常有讲究，所以他会反复去研究这一系列的动作，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习惯。这个人他搅咖啡的动作和节奏，一眼就能看出来，非常的专业。模范群众啊！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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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交给一下生意？给我来杯咖啡。行，2杯。罗队，咱们之前去的西餐厅在罗山区，冷饮店在灵湖区，这次这咖啡馆就在南城。你看，这人很明显不想让人发现他固定活动区域。3个区都去过了，你看他唯独没有去平原区，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住在平原，或者是工作在平原？兔子不想吃窝边草。这3次约会，1次周末，2次工作日，工作日的约会时间都是定在晚上7点，这说明和工作地点有2个小时的路程。那就排除了灵湖和罗山这俩地儿太远了。我记得那几个女孩提到过，那个男的身上有焦糖味儿。这家咖啡厅的特色就是焦糖布丁，会不会就是这家？你们俩真不喝酒？酒精过敏。哦，那你们来这儿干嘛来了？我们上次来这儿是个咖啡馆啊，怎么现在改卖酒的了呢？进门的时候没仔细看吧？门上写着呢，5点以后该酒吧营业。我们上次来下午喝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手冲咖啡。哎，你们这咖啡师有几个人啊？就1个呀。哦，认识他吗？算不上认识吧，就是交接班的时候能打个照面。叫什么你知道吗？李安福啊。你怎么又找这儿来了？你这样真的干扰我们的工作。王雪的案子你放心吧，交给我们，我们一定给你一个交代。好吧，那就拜托罗队了。回去吧，走。哎，先生，我们马上要闭馆了，要游泳，明天早上9点以后可以。啊，不是，我就是来跟你咨询一下办卡的事儿。我朋友在你们这办了会员，他跟我说介绍过来的可以打5折，是吧？对。哦，他叫李安福，你帮我查一下。李安福是吧？那你稍等我一下。好。钥匙我放这了，我先走了。明天见。拜拜。稍微等一下。